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这个 MD 闯关的神奇小子的这个一命通关的。上次咱们做的是1B啊，这个游戏呢虽然说很难，因为这个没多少人玩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玩的人少啊。难点就在于什么呢？这个作为一个有点类似于像冒险岛的游戏，但是呢跟射击还有点关系。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也是有体力的啊，咱们要吃这些水果什么的才能过关。上次做的是1B啊，很难受啊，死了3条命还是死了2条命我忘记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咱们是一命通关。一命通关呢容不容易呢？我个人感觉啊，确实是不是特别容易的啊，因为这个游戏稍有不慎失误啊，一下就死啊。因为你一下就死就很难受。但咱们这里面呢，咱们的这个攻击和伤害，这个咱们的子弹啊，比这个冒险岛要丰富的多了。而且呢，你看打那种大型的水果啊，还可以出现这种就是分裂状态啊，用来就是类似于像这种你可以说摊分啊，也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勒个去，我这个嗓子啊特别难受啊。其实这种游戏兄弟们啊，反应速度快呢是有这个必要的。最牛逼的还是背板。如果你把板背掉的话啊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。因为作为一个你像啊这种第二个图就是飞机游戏，第一个图呢属于这种冒险岛，第二个图呢有点像那种就是横版的飞机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直接卡了一波节奏。然后用这个大火打这个 BOSS， 你可以看到哇，卡了一波，最后那一波的那个怪打出一个子弹出来啊，这个大火浑身转火，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秒了。这个做的美工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但是那个游戏机制呢，其实还是比较简单。这个游戏如果说打摊分的话也可以啊，说白了啊，这个肯定是要节省时间啊，怎么秒 BOSS， 然后呢能打的这个你看能打的这个分数啊，肯定是要打的。基本上啊，像这种那个水果一个都不落啊，必须要有这个设定的啊。狼桑打完了多少星？没有啊，巅峰赛啊，今天晚上打了一晚上巅峰赛，然后呢，这个3胜3负啊，基本上算是这个不亏啊。巅峰赛呢，我以后啊，等下一个赛季，我会争取第一时间先上王者。然后上了王者之后呢，我再那个什么啊，我再那个赶紧巅峰赛，要不然这个巅峰赛1300分以内啊，你像我这1280、1290，我靠，碰到的全是演员啊，全都是那种就是为了玩一局，这一个星期就是王者1星不想排位了，对吧？不想排位了，不想掉星，然后呢上去玩一把啊，都是这种人，我真的是服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波有这个小天使啊。这个小天使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天使呢有无敌效果啊，但是咱们这里面碰这个怪呢是不会把怪给秒掉的啊，就是开了个无敌。另外一个小天使好像是打分多吧，一共2种小天使啊。其实这个跟冒险岛感觉真的是很像，跟冒险岛很像，而且真的是在冒险啊，真的是在冒险，而且 BOSS 呢都是比较这个轻飘的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小动物啊，对吧？啊，你看，尤其是进这种洞穴，你看。进这个洞穴这个里面跟冒险岛有什么区别吗？根本就没有区别。但是第二个上来咱们骑了一个粉色的飞行坐骑啊，就不太一样。这个虽然说咱们这个神奇小子有点绿啊，但他这个粉色坐骑呢就是好大火，我感觉就这手大火啊确实很帅。这个子弹呢不是无限的啊，不要以为咱们这个吃了子弹之后就是无限的，你看这就没有了。很多人说那你不用的话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你不用的话呢，它时间到了也会没有的。它这个子弹系统呢设计的非常的逗吧啊！你比如说像这个散弹，那如果说给你咱们这个散弹的话，那岂不是很赖啊？那么对吧？相当赖的了。好，来打这个蛇头。这关的 BOSS，先把这个身上的鳞片啊打成这个变色状态，然后呢才能秒掉啊。这种像这种 BOSS 呢，其实还是要背板，它的行动轨迹呢都可以躲过去啊，没什么太大的难度啊，只要你不慌不着急，对吧？反正呢这个游戏呢，这个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啊，只是有体力限制。你打这个 BOSS， 你看，对吧？好像是没那么难。好，直接全打成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就会把它打爆了啊，就是这个 BOSS 的一个特性啊。
我狼牌子升的好慢，没有不需要啊，还是正常这个每天荧光棒啊，每天的荧光棒保证自己先不掉，然后呢再往上慢慢升啊，荧光棒呢这个就可以。好，这一关可以看到是自动型地图啊，跟大家伙解释一下什么叫自动型地图，就是你不动啊，你不动我不动，地图还要往前动，你不在我不在啊，这个小狼视频没人看。你不关注我不关注啊，大家伙儿都迷路，所以说听到这儿的小伙伴啊，一定要关注我狼一手啊，无论是直播还是这个咱们的什么 B 站啊，对吧？啊，大鱼啊，头条啊，对吧？该关注的时候要关注的啊。很多人说我不用关注，我直接历史记录就行。关注呢，对于我狼来说是有好处的啊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关注量多啊，更容易吸引大家伙呢这个来看。第二呢，这个粉丝看的话呢是有这个加成的啊，我们视频作者呢是有这个回报的，所以说呢关注呢是特别的好的啊，包括什么转发评论之类的。那过一阵儿呢，我做的这个节目呢一定也要这个给自己弄成这种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一定要给自己弄成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啊？这个叫做对有人回复啊，我狼也出来回复的啊。总是没有回复，然后呢，大家伙呢跟我没有互动啊，这种呢这个不太好。现在的这种环境啊，就包括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，对吧？直播过程大家伙跟我狼说话，如果我对吧？如果我一直就在说自己的，然后呢一直呢不去那个跟大家伙那个对吧互动，这样的话呢肯定就有影响。就该互动的时候是要互动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刚才有好多没吃到。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快一点吧，这个游戏要速通的话其实也可以打，那速通的话呢就是快，那快不了多少，自动地图没法快啊，然后这个没法快太多，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，像刚才有几个水果没吃好，比如说这个水果没打大，一个是没打大，一个呢是落了一排水果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水果的刷新位置。鲁邦三世是什么啊？我要鲁邦三世，我就想当年是看那个，我是看那个动画片啊，就是青山刚昌的那个，是吧？啊不，其实就是名侦探柯南啊，好像是名侦探柯南的这个某一个特别版，还不是什么版，然后里面有这个鲁邦三世，是不是？还是鲁邦鲁邦什么七世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哪世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才知道有个什么鲁邦几世的啊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来看看这个蝙蝠，这个蝙蝠他妈长得像兔子，好不好啊？你看，咱们现在把脖子对吧歪过来逗着看啊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紫色的穿着披风的兔子啊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不是蝙蝠的啊。但是咱不得不承认，确实也是蝙蝠，因为就是蝙蝠，但是确实画风像兔子啊。好，这打红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 boss 啊，倒真没多难啊，就是只要你知道怎么打就行。这个 boss 它有套路啊，你把这套路搞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啊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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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好。哎呀妈，这个大象好可爱啊！其实这种游戏，我怀疑啊，有很多游戏它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它真的是为了给一些小孩玩，而且尤其是女性啊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！小蜜蜂，你看像这种游戏，小孩看了能不喜欢吗？对吧？你看现在那些小孩学习的那个课本，或者是一些幼儿园的，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学前读物，对吧？都是那种相当可爱的啊，就非常可爱啊，就是来打这个小孩的市场，对吧？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喜欢一些机甲类的啊，或者是一些那个对吧？这个武术啊，武功啊，什么忍术、忍者之类的，对吧？你这个都是卖点啊！你会发现，真的，现在商人就是这样的嘛啊！他做游戏，他可以做黑暗风，也可以做可爱风。那同样一个游戏，只要换个皮，有可能，对吧？他卖的就不一样，对吧？这是很正常的。一定要把这个美工做好。你像这个玩这个王者荣耀，你不把美工做好，那谁买皮肤啊？对吧？做的不好看，都知道是一堆数据
啊，但是你做的不好看，那怎么说，对不对？怎么不是鼠头人？你们一天天老黑这些主播啊，相当的逗了啊。然后这个操作者呢，还是一个开心家园。上一次啊，本身我就想直接说这个一命通关的啊，但是呢，不小心说错了，因为他最开始给我提供的素材是1币啊，是1币，所以说这1币呢，我还没说就直接有这个一命的了，然后我就不小心把1币的说了啊，这一下就非常难受了。不过不要紧啊，多一个素材，反正1币和1命的都做出来了。这里面因为一碰就死啊，咱们说死就死，有点难的啊。你看，哎，咱们可以看到，还好这个子弹呢是，这个打咱们的话呢是损失这个体力啊，这个体力可以吃水果来补，但如果说是到后面的话啊，基本上就说死就死了啊。喜欢忍者不知火舞，好，这关是一个莲蓬啊，是个蜂窝啊，这是一个蜂窝啊，捅了马蜂窝了。一看这个蜂窝，我就想起猫和老鼠里面，我就那个里面，就是你又要问我哪个最疼啊？汤姆哪次最疼，并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空中掉下来，然后直接拿那个双腿劈大树那个啊，那个都不疼。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，好了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是蚁后啊，蜂后啊，不能叫蚁后啊，蜂后。有点哎，这个画风明显就是那个舒克和贝塔里面那个蚁后嘛，一样的画风。我不信你们现在搜索看一下，真的啊，跟舒克贝塔那个画风是一样的啊，一模一样啊，一毛一样。然后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那个最疼的就是这个蜜蜂啊，汤姆去追这个杰瑞，然后啊就不小心捅了这个蜜蜂窝。然后呢，汤姆就钻到一个小泡子里面啊，泡子就是一滩水啊，可能是一个小池塘，然后拿一个管儿给那吸气儿啊，还给那挑衅，还给那吐个泡泡挑衅那个蜜蜂。后来蜜蜂呢一个45度角从空中往下飞，然后杰瑞非常狗啊，直接拿了一手漏斗往上一放，你们现在就有画面了吗？然后蜜蜂直接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瞬间就是啊一堆，我觉得那个是真的难受啊。那是真的难受。好，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帮人这个角色的头上弄的都是绿色的呢？啊，这绿头啊，真的是有点东西的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这个圈是真厉害，对吧？很多人说这个圈的伤害高嘛，你可以发现跟伤害没关系。第一，超级散弹；第二呢，射速快。你说赖不赖？好，无敌了啊！这个小人拿个剑啊，这小人啊，这小人拿个剑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，不，啊，海豹，哎，你看被打了，像这种小子弹啊，都还没事儿，但是这个体力费的会非常快，一定要用水果去补给啊，就是你不动的话，它也会损失体力的。好的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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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好，哎呀妈呀！就是说句实在话，你们看啊，确实是不容易啊。这个把这个，我感觉像这种冒险类的啊，就是把这些动物全打一遍的那种感觉。你说这些小动物招谁惹谁了呢？好，这个就是你看你要碰它的话呢，可能是这个不损失体力啊，就这个小天使，这个跳非常难啊，这个跳特别难掌握，一个不小心掉下去就摔死了，而且地面也非常的滑。好，拖了一个屏幕。哎，其实这个子弹没有刚才，就跟你说，就是圈是最好的啊。那一手圈啊，基本上就是好，这是伤害高一点啊，它可以有点像类似于像 laser 感那种感觉。摊分的话，一定要打这个大水果的，一个水果都不能落啊。而且水果呢，你要不小心漏吃一个，它是越吃越多的那种设定。好啊，上来就是一个圈，你看，
这个圈的子弹如果要是一直都是这个子弹，那还玩个屁呀，兄弟们！一直都是这个子弹，那太厉害了啊！冒险岛天庭版，好，丢丢丢。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子弹呢，可能辐射面比较面啊，所以说打不到这个小怪，尤其是这个初始的这个小子弹，非常嘚儿的。好，来看，你看，其实这个子弹也行，这个子弹啊，打 BOSS 了。这个子弹呢，明显是炸弹类型的，攻击力好像挺高，但是可以看到有点难度在哪儿呢？有点难度在于这个它放出的这个冰块呢，可以帮它抵消这个伤害啊，这个是特别讨厌的。射速还是慢，如果想要速通打这个 BOSS， 肯定是要贴脸打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在屏幕当中可能同时只能出现3个这个子弹，它贴脸打的话可以突然出现嘟嘟嘟嘟嘟这种感觉，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的啊。噔噔，好，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它经典还是挺好的，因为每一关的那个图啊都不太一样，然后呢 BOSS 也不太一样，这点呢我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它的设定肯定是比较低端啊，说白了啊比较低端啊，就是高配版的冒险岛啊，确实是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加分项目呢是它的 UI，说难听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画风好，而且做的这个图好，你看。啊，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特殊的啊，就是每一关都不太一样。BOSS 呢做的也非常用心，它的卖点就是好看，那就是好看。一个好看的游戏啊，很重要的啊。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咱们信息比较闭塞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玩游戏，除了经典的一些啊，就是有口碑，剩下的基本上啊都是那种就是哎，我们就好看，先好看再说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玩游戏，玩什么游戏呢？玩那种比如说网络游戏，有的时候玩游戏啊，它不好看。这游戏可以不好玩，但是一定要好看。比如说劲舞团，很多人说小狼劲舞团挺好玩的呀。不得不承认啊，劲舞团呢也有一定的难度，它也算是一个音乐类型的这个竞技类型游戏啊，因为它除了背板之外呢，再有一点就是手速一定要快，这个东西拼手速没毛病。还有你的大脑的反应啊，这种什么反键之类的。但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，我就想说什么呢？那个游戏就是谈对象的了，你必须跳舞的时候，这帮人时装啊。啥的，它就有点好看，它不好看，没有人玩，对吧？你像王者荣耀，咱们也说了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你不光说是这个事儿啊，很多都是这样的啊，你一定要好看，不好看你就再见啊。好，直接过图啊，每次一过图都是这个，你看一个大嘴直接进去，说明呢这个大嘴啊，这个应该是最终 BOSS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大嘴啊，肯定是非常赖的啊。就是说这个，就跟冒险岛那个茄子似的啊。冒险岛的 BOSS 就是那个大茄子啊，他就跟咱媳妇儿过不去，不要个逼脸啊。这个高桥名人呢，就一天天的啊，就天天跟着，就自己出去冒险去，然后媳妇儿就被人抓走了。这故事剧情就一模一样啊，一毛一样，你咋整？你说这里面呢，这个神奇小子，我估计也是妹儿被这个抓走了。对吧？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就这个啊！嗖！好，这关是个传说中的仙人球啊。这个仙人系列啊，就为什么叫仙人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仙人球、仙人鞭啊、仙人鞭。仙人带、仙人掌啊，这个仙人鞭是最牛逼的啊！该说不说啊。好，直接爆了。这个 BOSS 难点就在于你一点绕开他走啊，他这个路子啊比较嘚儿的啊。初代冒险岛就是换皮的神奇小子一代，这么屌的吗？仙人跳、仙人指路。猴子偷桃，大家伙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仙人指路啊，据我分析，仙人指路是什么呢？什么叫仙人指路啊？就是这就叫仙人指路啊，就是吐一口大粘痰。我就印象中这就是仙人指路。
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你看，如果一起吃的话，这个分数会翻番，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吃就不行啊。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老宋啊，一手这个办卡。我想问一下，刚才如果要是一直在屏幕后面拖着的话，会不会被拖死啊？好，你可以看到这关的体力啊不是特别多，你看体力说没就没，越往后啊确实有一定难度的。蘑菇，我操，这蘑菇，哎呀！差一点儿，你看被打的时候，这个蘑菇还能翻跟斗啊！翻跟斗还是一个子弹类型的。咱们现在最好是一个都不能落啊！你看，赶紧，幸亏吃掉了啊，要不然这个有可能会死。好，你看这个也没打开啊。噔噔。好了，啊，就一直有这个圈就行，真的，一直有这个圈就是无敌的。我觉得这是最牛逼的武器了，真的啊。好，无敌，其实可以一直拉钱的。你看有这个无敌，你一直拉钱就行，没有必要这个，对吧？浪费这个时间了啊。啊，又是骑这个粉色的，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啊，这东西好可爱啊！你看啊，啊有圈儿，你看这圈儿是屌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狼哥晚上好，9手办卡支持我狼，妄图想要坠一手啊！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福星挑战啊，我希望今天晚上的福星挑战能过3星啊。想过3星微微有点难啊，但是能过最好啊！天线宝宝，这个怪到底是什么？我感觉这个粉猴子应该像猴子啊。好，来看看这关这个 boss 呢，看有一定的这个玩法啊。它这个看来有那种抽奖啊，就是你打出3个什么东西，它可能会有这个效果。好，啊，这个直接有心。他那个心脏出来，你打的话就可以打他的啊。但如果说他一会儿再一顿随机，他随机到心的话，可能会加血，可能是这么一个设定的啊。老宋的没事呀，刚才不说了吗？啊，好，没有啊，没有的话他就挨揍啊。他出来一个心，那就这个心就出来1次。如果出2个心，比如说现在他就会出现2次，对吧？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出心的话，咱们就才能打他。他如果没有心，咱们就打不了他，应该是这么一个设定啊。好，再随机有心吗？1个心，那你看只出来1次，你看啊，这个 boss 设计的挺有意思，挺墨迹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速通呢就有点有说法了，因为这个速通呢，你就得考虑它这个是不是随机到3颗心什么的，这样它更容易秒掉。好，3颗心，我靠！那这个把都是3颗心，那牛逼了啊！但是它这个是不是定式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定式，还是说随机的啊？如果是随机的话呢，可以利用 TAS 呢，看看能不能换这个内存值啊，比如说我们刷到它这个随机值，1个心，2个心，可以。第2颗心打出来还没爆，我操，这个 boss 好肉啊！这个 boss 确实好肉的啊。好，1个心，2个心，啊，2个心，只有2个心的啊，真的肉哇！这个蘑菇是小蘑菇头啊，这个蘑菇头确实屌啊！好，3心，哎，这都不用3心，1颗心就秒了啊！当然，事实上是这样的，3个心更快一点，因为它不会出现攻击你的状态，你可以直接贴连打。好，24分钟，这游戏时间还是蛮合适的啊，我觉得啊。什么游戏里的 BOSS 最肉？合金弹头3里面那个火星之根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肉了啊。就最后那个火星大脑，然后再就是肉啊，最后一关的 BOSS 肉。那你要这么说，其实你说曹操肉嘛，
是所有 BOSS 当中血量最多的啊，2管血。你说他肉吗？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对吧？啊，哎，吃不着。这个地方有难度啊，连跳，哎，这地方特别有难度，一定要忍。屏幕是自动拖的，原地起跳，控制好。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直接死啊。好，可以。这是最肉的 BOSS， 肉啊，不好说了啊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行乐赠送我狼了啊，是行乐是行乐啊，赠送我狼了1手办卡啊。啊，一堆鱼，好多鱼啊，好多鱼。一个大跳，哎，还有哇，还有这个操作的，可以在空中直接可以这么走的啊，有一个滑翔的动作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石佛哥啊，赠送我狼的2手办卡啊，3手啊，是石佛哥的助攻线已经上升到第2名了啊。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这个据刚才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说，理论上来讲，冒险岛是抄袭这个神奇小啊，不能叫抄袭吧，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换皮嘛啊。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个意识。大家说这个刚才咱们说的神奇小子1啊，可能就是冒险岛3就是神奇小子1的这个换皮版啊，不是冒险岛3，冒险岛1和这个神奇小子1啊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小炮，其实前后这个子弹也挺好的。它这个游戏恶心就恶心在这个子弹并不是无限时间的啊，它真的给你无限时间，我操，那无敌了。好，这是护城湖大闸蟹啊，对吧？这个螃蟹用来做辣包。哎，对，你们吃过那种蓝色的那种螃蟹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儿产的，可能是南海那边的啊。然后那个螃蟹是蓝色的，青色的啊，青蓝色的。前天喝多了，昨天也喝多了啊。七宝奇谋2我一直没解说过，因为我不知道它那个什么，它有个解谜系统吧，好像有个密室，就比较嘚儿。蓝色的小龙虾，啊，这一下打成绿色的蟹了啊！真的，我现在特别馋这个，特别馋这个海鲜。我感觉我要出去旅游，做拉皮儿啊，出去旅游一下。没有腿可以吃的啊！好，看看，你看这感觉，这个他召唤这个小螃蟹倒是挺厉害，但是呢，这个他自己本身啊没有什么攻击力，就是能下崽儿。你看啊，而一个螃蟹呢会变成子弹，这个子弹呢跟那个蘑菇是一样的，打蘑菇被打完了之后也是这个球，对吧？我一直都馋，好吧，我都馋屁了，我好几天没吃了，对吧？什么大海螺呀，什么螃蟹呀，什么鲍鱼呀，啊。痛风套餐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啊，接下来呢就是磨这个 boss 的时候啊，这个 boss 确实挺讨厌的啊，主要还是肉。打 boss 的音乐感觉非常的嗨，感觉这个游戏虽然说可爱，但是这个音乐呢有点不太符合，音乐应该变得非常应该是2只老虎爱跳舞，小兔子乖乖拔萝卜。
我和小鸭子学走路。啊，应该是这个歌才嗨一点啊！你这一天天的啊。啊，这个大闸蟹是真的肉，现在已经变成黄金蟹了，看到没？已经变成黄金蟹了啊！好，直接打爆了，太嘚了啊！你说通关音乐，它这个通关音乐就比较好，它这个通关音乐就比较好。但如果说是配上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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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或者是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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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就配音乐啊，有的时候这个音乐你配不好了，容易出戏的啊。泰森的哥哥是谁？泰森是老大啊，他全是弟弟。啊，还有几关啊？最后一关了啊，最后一关。哟，太爽！小狼去配音好了。是这样的啊，以后是一定要有这个机会的啊。好了，没打碎，打了那么多下就差一下没打碎的，太嘚了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芳华啊，芳华直接上鱼丸了啊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啊。好。你看，哇操！哎，你说天上飞的那个一只眼睛那个是啥？我好像看哪个动画片里面有这个东西啊。刚才空中飞过来的那个一只眼睛那个东西啊。好，最后啊，一个飞碟，这是 MD 啊 ，MD 上的啊，黑卡上的游戏啊，不是 FC 游戏。FC 能做出这个，我操！如果当年 FC 那机能拉满了，说句实在话，那把 FC 机能拉满了，谁家 FC 游戏能做成这个逼样，那肯定是无敌了啊。不过你说的是 SFC 的话啊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好了，这小铃铛这又打到宇宙上了，看没？又打到宇宙上了啊！这个飞船看起来像小铃铛，没什么说的啊。好，飞龙，哎，神奇小子的哥哥啊，对吧？神龙小子。啊，这个一样啊！这哥们骑的东西就比我牛逼呢，我操！凭啥呀？啊，这关挺难的。你看他这个喷火龙啊，速度非常快，但是呢，只要你背板了就没有问题。你看，有难度，哎，这个炫跑的直接打爆。据我所知啊，爆完之后是不是还有第二个选项？没了。哎，我就说有嘛啊，直接变成天火雷神，雷霆万钧，手里拿着个星儿，那个盾牌如果是圆的，他妈我以为是美国队长呢，好吧，对吧？他如果那个星是圆的，那就是美队嘛。我感觉这个 BOSS 没变身之前还厉害一点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啊。真的，这个 BOSS 他没变身之前还厉害一点。变了身之后，感觉啥也不是，一脸粉刺啊，太狠了啊！这样的话呢，直接就过关了啊！可以看到呢，用了34分钟打了个一命通关，兄弟们啊！一命通关呢，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确实有时候挺不容易的啊。好了，这有宝藏，你看又剑又一套装备，看没见？一套装备，然后这边闭着眼睛开始祈祷啊，祈祷，好的，我操，来打装备来了，兄弟们啊！这来的目的是打装备来了啊！下一代的雷神直接上天啊！这他妈太嘚了，我感觉我们才是坏人，看不看见啊？我才是坏人
他妈的，这把人直接的这个东西就抢走了。泰森的弟弟叫泰赖，没毛病的啊。好，那也不多说，也是感谢我们的开心乐园。同时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